我们在等着进可可托海的景区，然后门口好多的旅游团。它就是一个钟的形状。我们终于到达了可可托海的内部。这就是新疆。从乌鲁木齐开车到可可托海，要穿越中国第2大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。从市区出来不久，就能感受到植被逐渐稀少，大概是开进沙漠了。哎，怎么2小时过去了还是这景？又睡了1小时，还是跟刚才睡着时一样的风景。这沙漠也忒大了。终于进了富蕴县，抓紧时间去厕所。吃过了午饭，可可托海可算要到了。可可托海不仅是风景区，更是一座草肥水美的天然牧场。哈萨克人和蒙古人都将这儿称为可可托海，意思分别是绿色的丛林和蓝色的河湾。用它来形容我们眼前的景象，真是再贴切不过了。然而在建国后，这儿还有另一个故事，这个后面再说，先看风景。下午4点正是阳光最强烈的时候，山间的风刚好把那一份暑热吹散，但还是挺晒的。我们下了车就跟导游一路前行。这么多人在拍照，应该是个不错的打卡点。这有什么可拍的？在景区可以看到不少这种闪闪发光的石头，这儿的地下蕴含着很多种矿物。按照导游的话说，可可托海的矿藏比风景区的意义大得多。我们又开始排队等车。我们在等着进可可托海的景区，然后门口好多的旅游团，然后现在我们在排队等。估计要等好久。就说是里边什么占道的人满了，所以要等一会儿再放第2波人进。安全第一。瞅你切这几句话。15分钟后，进了第1道大门。在排景区接驳车的队，好多人，好长的队。终于上了车，我们一边听车上广播的景区讲解，一边好奇地看着窗外的美景。新疆多数的景区车都会保证每个人都有座位，并且要求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才能开车，否则这样的车速和路况实在是难以保证安全。可可托海所在的县叫富蕴县，它的含义如它的名称，蕴含着丰富的物产，而这物产就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闪亮亮的石头。这儿的地下拥有80多种各种元素，我们国家发射的第1颗卫星、试爆的氢弹都是使用了这儿的稀有元素。国家甚至还靠这儿的矿石还了前苏联的外债。这就是可可托海这地方蕴含的意义。让我们回过头来好好看看地面上的风景吧。车开了半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到站了。我们下车了。我们终于到达了可可托海的内部。内部说是这儿主要就是看这个大石头山，还有底下的河。前面还有一个100多级台阶的那么一个观景台。景区的名字叫神中山，也就是眼前的这座山。这可是一整块花岗岩，上面一点土都没有。就像导游说的，相对海拔高度有365米高。这座山体是由一整块的花岗岩最终形成的，叫做神中山的原因。桥梁过去之后回头看，它就是一个钟的形状。我觉得老天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惊喜。早上从乌鲁木齐走的时候，阴天下雨，而且雨下的还挺大。没想到来这儿之后，瞬间晴空万里，太美了。看着天上的云，看着天它多蓝，看着云它多白，看着山它多大，看着牛多漂亮。对。山下流淌的额尔齐斯河滋润了这里的大地，而我们将要穿过横跨在河上的一座祈愿桥。桥头有个小店在卖祈愿牌，然后可以买一个祈愿牌之后到这个桥上系在这桥。就目前看起来，这个桥上还挺多人买祈愿牌系的。全都是红带飘飘，祈愿牌噼啪作响。所以这个桥就是这样。桥上面写着“携手同行”。来，拉上手。我们拉着手呢。然后牌子、祈愿的牌子，还有祝福的条，应该是不同的价格。在这儿你可以买很多种的这种牌子，写不同的字儿。
健康、全家老小、学业有成，然后祈福、长命百岁什么的。走过祈愿桥，中山峡谷需要顺这儿爬上去，据说这儿也就有100多级台阶。爬了一会儿之后，就开始有压力了。然后我发现我那个一爬山就会死的病开始出现症状了。快到了，我们终于爬上来了，可以看到下边那个挂着很多祝福牌子的桥。然后在这儿可以得到一次免费拍照送照片的机会，前面是有摄影师在给游客拍照。免费的照片只有2寸大，想要大的照片要花点钱。可可托海真的很美，可是它也真的很冷。好大的风，我冻得手都已经快没知觉了，我感觉我已经摁不下去快门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11，看着大太阳，这太阳看着也就像3点多钟。看着阳光，看这么大的太阳，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暖和。不少游客在额尔齐斯河谷驻足拍照，我们刚上了山，再下趟海去瞧瞧。这儿大概是可可托海最像海的地方吧？可可托海没有海，没有海，没有海，这里只有大水。这条河流将会一路向北流淌，在俄罗斯境内汇入鄂毕河，最终流入北冰洋。当我们要坐返程的景区车时，这里有好多帮人拍穿着少数民族衣服的视频或者照片，然后配着音乐的，帮你，或者说你自己也可以发到抖音、快手上，要网红拍照。临上车了，来撸个牛。讲究好用，大长睫毛，牛一点都不怕。返程的景区车是原路返回。只要和来时坐到车的同一侧，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虽说实际上道路两旁的风景其实大同小异。回程的车上广播不再响起，带着满身疲惫的游客中间隐约能听到鼾声。像我们这样精力过剩的似乎没几个。Later， 我们在距离可可托海10分钟车程的远峰大酒店吃了晚饭，一会儿再开270公里就要到北屯。都知道新疆的路途特别长，所以有一个舒服的车就很重要。来带你们看一下我们坐的这个大巴车，号称是陆地头等舱，2+1，这边是1个座，这边是2个座，座位很宽，至少屁股的磨损程度要减轻很多。底下还有充电口，你随时充电，放脚的位置也很宽。接下来，这辆陆地头等舱带着我们向西北方的北屯驶去。一路上，兵团出身的导游向我们讲述了新疆的故事，无论是故土新归，还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艰苦历史，都让我们大为感动。现在是晚上9点半，行车的前方刚好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，它在云层中忽隐忽现。一会儿让我们期待着即将到来的落日，一会儿又让我们担心美景被一片薄云毁掉。最终，尽管云层仍然不肯散去，逐渐没入地平线的夕阳给我们今天的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我们又解锁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又一个服务区，接下来我们将要去北屯，大概1个小时吧。北屯街道两旁的灯挺有特色的。我们终于在午夜之前住进了酒店。明天我们将前往美丽的喀纳斯，跟着我们一起深入那美丽的山林吧。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可别错过我们精彩的新疆之行。